在做这些事情之前，也就是说1个月之前 ，I don't know welding at all， 零基础。还好，主要是我妈呢，以前是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，她是做那个船厂焊船的，所以她知道怎么焊。以前外公也是国家的1级电工，比如说我妈会 TIG welding 啊 ，MIG welding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 flux core 她都会，外加上13 Motorsport 给我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 tutorial， 然后来教我怎么样一步步的把它焊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把所有的信息综合在一起，加上我的实际操作。这一期视频献给你们。この番組はハイスピードマシン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能看到我们已经把这里的锈已经处理干净了，里面的锈其实我们已经处理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就还有这个地方，它因为之前锈的时候，这里一个焊点被锈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进行补焊，包括了这里的一点，还有这里的一点，是因为当时切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，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补焊。我们需要给它用到一个 rust converter， 加一个加长管，把里面喷进去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等它转化成黑色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这个转化的话，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去让它进行转化成黑色。转化成黑色过后呢，我们再裁一块板出来，把这个地方给它封上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外面这边修一修，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块板给它修出形状来，然后给它焊上去，这样的一块 rocker 就行了。还有前面一块板呢，我也有，到时候把它一起都焊。那么我们这整一个 rocker 的锈就可以把它出完了。磨了半天，我把这个形状终于完美的吻合上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焊起来就可以了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把里面一块板的形状也做出来才行。大概它要弯过来是在这个位置。我们画这个的时候，大概的距离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我们手要稳，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位置，有点歪啊。搞定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OK。我们这个也掰弯出来了，试一下。OK， 完美。下面这边可能需要掰出来一点，上面把它磨平掉。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，这样放进去。画过后，我们得到了一些这种不规则的焊点，但是为了更好的处理防锈呢，以防它以后会被锈掉，所以我们用打磨机将它打磨平整。它原本这里是有一个挡板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用的话，我刚刚这里做了一个，我把一个螺帽打上去了，然后
后用它钻了一个孔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应该把后面的这个螺帽固定，所以我们把螺丝固定上去后，然后把它焊起来就好了。对，焊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用这个角磨机将它的焊点尽量的把它都打平一遍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 brake cleaner 将它清洗一下。然后你拿个布呢，稍微的蘸一下，你不能这样子这样拉，因为你一拉过后呢，它上面就会沾上很多一些像毛屑屑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你就尽量的不要去擦它，然后慢慢把它蘸干。我们最好也是让它有一个比较风干的过程，就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呢，就自己拿出我们之前准备的 epoxy， 将它涂上。我们把里面已经做完了，现在开始焊这一块。位置好像还是有点挤，所以我们要用锉刀来打磨一下它的边才行。有些地方比较毛糙，这样子的时候，到时候你焊的话会焊不是很好，变成假焊，所以我们要打磨一下。双层手套，给肌肤双层的保护。整个把它修了一下，终于完完全全的对位了。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把边边这边稍微把它磨开一点，因为你焊之间的话上面不能有油漆。然后用一个夹子把它夹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焊上去了。在焊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买一个这个东西，这样子的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，在 Home Depot 就可以买得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需要包起来都包起来，至少你得把整个后门都要包起来才行。OK， 像这样，虽然丑了点啊，但是可以用就行了。我们能看到我们这里一个板呢，我像这样包起来了。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需要包这么宽，是因为你焊的地方需要，我们其他地方涂上 epoxy。我刚刚用一个打磨的东西将这些胶都除掉了过后，然后用 brake cleaner 将它清洗了一遍。因为你上 epoxy 的时候，这里不能有任何的漆啊，然后胶啊，还有油在上面，这样达不到一个很好的防锈效果。所以你在做之前一定要用这个 brake cleaner 把它整个都清理一遍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涂上 epoxy 过后，哎，它以后就不会再锈了。
这个刷子每次都得要换一个，因为 epoxy 会让它硬化，你就涂不了，所以你要多备点这种小的刷子，然后再用 epoxy 去做它。哦，还有一点，记得这些边边要压实，你要检查一下这些边边有没有压实，不然的话你的 epoxy 就会渗进去，到时候你又得重新处理一遍。还是把这个呢放在里面，然后我们记得把它压实了。这个板呢，我们过几个小时，等它稍微定型以后呢，再将这些条撕下来。因为如果你让它完全干的时候撕下来，就会带下其他的 epoxy。那我们有些像焊的地方，你看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就要把它焊接起来。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能刷 epoxy， 你把 epoxy 刷上面过后，你再焊的话，它会着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Weld Through Primer， 然后你就要把它摇匀，然后再进行把它喷上去就好了。这样呢就好了，等它干，我们要等 epoxy 干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焊上去了。然后呢，从我们 epoxy 还是软的状态下，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。OK， 去掉贴纸过后就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太阳底下，让它快一点干。OK， 现在呢 epoxy 已经基本上干了。这里是因为我们要用里面这个挡板连接到这里焊起来过后，这边不需要喷到 welding primer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其他的地方呢都用 welding primer 给它喷起来。OK， 像这样，我们将它放起来，然后等到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焊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板了。我们首先呢要将几个角，至少4、5个角给它固定了，这以防它到时候焊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像狗啃的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在焊接之前呢，你的防护工作得做好，得穿这种厚的衣服，至少你得穿一件长袖吧。这要是我们的手套、头盔以及我们的一个 N95这样子的3M 的一个口罩。你戴那种大的话，这种头罩的话盖不下去，所以我们得戴这一种 ，like that。我们能看到这边一些凹凹凸凸的一些地方，我们就要接下来就要用到打磨机，然后将它打磨一遍，打磨平整。在进行打磨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用到 safety goggles， 另外呢还有耳塞以及我们的这个口罩。
然后呢，我们将这里涂上183。我们当时切的时候啊，当时没注意，所以这里挨了一刀。我们现在把表面的一些涂层呢去掉以后，把这里也焊起来。包括这边的时候呢，也是狠的挨了一刀，所以我们也把这里稍微焊一下。
我的天，终于焊完了，我操！终于焊完了。我也是从这样子从零开始，到把这里的东西全部都焊完。其实并不是很难，就主要是时间问题。我相信经过这期过后，你也可以根据这些步骤来一步步的。如果你的车有这些问题的话，也可以把它焊起来。其实焊东西的话并不是很难，主要是时间，然后再加上加拿大入夏了，你必须得穿得很厚，所以就很热很热。但是看着这个还是蛮有成就感的，说真的，毕竟自己一步步的把它全部都解决完了。好了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账，我们下期见。下期我来讲怎么样把这边焊完的东西，怎么样处理它的一些底盘呐，还有这些焊点啊，怎么处理这些东西。另外还要做漆，还要补灰什么之类的。我相信又是1个月的活吧，因为还有其他东西要搞。好了。Que delícia!